大家好，我是小熊料理实验室的小熊。这一次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很喜欢的一道汤，是有孜然跟肉桂味道的北非羊肉汤。大家跟着我一起做吧。这道汤要准备的材料其实没有很难，应该都还蛮好取得的。那最重要的就是需要孜然粉，然后还有番茄了。那首先我们来备料，把番茄切丁。你如果要把它打成糊，或是你直接使用番茄糊也可以。不过我觉得新鲜的番茄还是有它特别的味道，所以我一般会既使用新鲜番茄，然后也会使用番茄糊或是番茄泥。那接下来呢，洋葱就切成小丁状，你也可以切大块啦，但是我觉得，要节省时间的话，切小丁状会比较快熟。那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阿尔及利亚人，那他的做法是他会把洋葱也磨成泥，那他基本上会把所有的蔬菜都磨成泥。那不过因为我看过不同地区，就是北非不同地区人他们做的做法都略有差异，其实我觉得方便怎么做就怎么做。那我这边是把洋葱切丁，然后把马铃薯直接切丝，其实也可以把马铃薯直接刨成泥，或是就让马铃薯以块状的方式在汤里煮也可以，只是这样可能要花再久一点的时间。我觉得就看大家方便，还有自己喜欢的口味去做决定。那接下来呢，就削一削萝卜的皮。最近红萝卜的价钱很便宜，我买的这种红萝卜是那种带着梗的那种红萝卜，所以我觉得比较新鲜。原先我是想要用刨丝偷懒，然后把胡萝卜刨成丝，但后来发现这样要一次一次这样一片一片的削，实在是太费时了。后来呢，我就拿出了这个刨丝器，直接用刨的比较快。那我大概刨了2根半吧，我并没有把它全部刨完。这一次我准备了青葱放进去，那其实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放了洋葱，所以青葱并不是一个必备的材料。那如果你家里有洋香菜，你也可以放洋香菜，假使你不喜欢香菜的味道的话。这一次的羊肉汤，我使用的是在超市买到价钱很划算的羊肉排。那其实我一般来说会使用羊腿肉，就是那种小小块，然后带着骨头的那一种。那它的肉会比较多。那我这一次是因为发现这个很划算，我就使用这个试试看。不过说到羊肉啊，其实如果你住的附近能够买到清真的羊肉的话，我建议你最好是买清真的羊肉。我真的觉得清真羊肉的味道跟一般超市买到羊肉的味道其实不一样。那我以前还蛮喜欢去我以前念研究所住的城市，在那附近的清真肉铺买羊肉啊，买一些那种牛肉肠啊什么的，我觉得味道都很好。那这边我们还会准备一些蒜头，然后将它压扁去皮之后放到汤里面，可以增加汤的香味。那这个方法是我之前跟一个利比亚籍的学生学的，那时候刚好在斋戒月的时候遇到他们，然后他们有做这个汤，那我有问他一下他做汤的技巧，他跟我说放一些压碎的蒜头，汤会变得比较香。那我们可以在那个铸铁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油，锅子热了之后，我们就要来爆香我们的洋葱还有青葱了。像这样子稍微拌炒一下，让它们出了香味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是加入我们刚才切好的番茄丁。如果你喜欢吃番茄的话，其实可以再放更多的番茄都没有问题哦。
然后呢，我们这边加入的是番茄糊，那我这边使用的是浓缩的番茄糊，因为我本身偏好酸味重一点的，所以我都会用这种浓缩的番茄糊。如果你不喜欢番茄味那么重的话，其实你可以忽略这个步骤，然后加入剩下的马铃薯跟胡萝卜泥进去，也是一样拌炒一下。像这样子炒到感觉它有一点点熟化了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孜然粉。那我首先是放大概2汤匙的量，这边的汤匙比较小，如果是一般那种汤匙的话，可以放2汤匙，也是视个人的口味而定。如果你喜欢孜然粉的话，你当然可以放多，没有问题。那我一般来说会先放大概这样子，然后之后呢，炖煮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再试味道，再添加香料，然后我们再加入1公升的清水。加完之后呢，再稍微搅拌一下，稍微把那个锅底啊，还有锅子旁边的沾黏到的东西，把它拌下去。接着我们加入刚才已经洗好沥干的羊排肉，然后我这边放的香菜碎是我事先已经冷冻过后的。如果你是买很多香菜的话，也可以这样子保存哦，这样就不会有那种你香菜买回来用不完它会坏掉。然后我们刚才压碎的蒜头也在这边放进来，像这样子稍微搅拌一下之后呢，就要放入很关键的一个材料，就是青辣椒。当然你要放红辣椒也是可以，但我总觉得青辣椒有比较符合原始那个食谱的做法。那炖煮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出锅咯。那出锅之前你可以加盐巴调味，然后如果香料味不够的话，在这边你也可以再加入一些孜然粉。那在炖煮好之后，我们还要加入的一个香料是肉桂粉。肉桂粉的量不需要加太多，根据我们这一次使用的锅子的大小，肉桂粉放1匙就够了。那即使不喜欢肉桂粉的人也不用担心，因为肉桂粉在这边只是提味的作用，你吃不出肉桂的味道的。那你这边可以放一些现磨的胡椒粉，也是一样，如果你喜欢胡椒味重一点，你可以多抹一点。那大概这样子煮个1个小时就可以出锅了。你们看这样子汤炖得很透的感觉，有没有觉得很好喝的样子呢？那我们这边再切一点柠檬角，到时候喝汤的时候可以挤在汤上面，达到提鲜跟去腻的效果。那我们在喝汤的时候呢，也可以调整它的咸度。你喜欢吃咸一点，就可以多放一点盐巴；那喜欢吃原味的话，就放一点点盐巴就可以了。像这样子充满蔬菜跟香料暖暖的汤，非常适合冬天。如果大家有机会，也一定要在家里做做看哦。那我这次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按赞我的影片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哦。小熊料理实验室，我们下一次见。